你还记得？最好笑的是那时候刚开始让志祺表演一些迷因的梗图之类，所以它里面有一句是"我刚刚是独立了吗"，然后志祺就有讲出来，大受好评。我刚刚是独立了吗？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今天是我们的过年特辑。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2021年7个最强的入华事件。然后旁边是我们的2位企划。Hello， 大家好，我是企划宇轩。嗨，我是虎斑。好，那为什么我会想要做这个主题呢？一方面，我觉得是让大家可以在过年的时候跟亲友呢有一些东西可以聊，然后同时也回顾了一下我们去年做过哪些影片。不过在开始之前呢，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最近志祺基地团队在招募厉害的新伙伴喽，我们想要征求全职的影片内容计划，跟我们一起追时事、聊议题、写脚本、发想节目计划，迎接各种经营频道会遇到的挑战。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知识领域专长，只要你擅长写作，很会收集资料，逻辑清晰，具备独到的观点，而且乐于沟通，能把复杂的东西简单说清楚，那你就是我们希望能邀请到的人才。那当然，如果你已经有文字、影音创作或者是节目频道经营的相关经验，那就更棒喽。那如果你认同这一期7频道的理念，也想要加入我们的行列，那就赶快上我们的官网去看看职缺内容吧。所以我们今天整理出来志祺七七在2021年做过的辱华事件， Okay. 然后我们直接来看它的观看次数的高低。那我们准备要开始揭晓一下这个辱华事件到底谁最厉害。大家还记得多少2021年发生过的事情？2021的入华事件，这我觉得真的太频繁了，所以我有点忘了。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John Cena。我觉得我心中觉得最好笑的是 Sony 的辱华事件。Sony 的辱华事件，77事变。哦，在那一天播出那个东西吗？对，很好笑。哇，真的是多到太荒谬，我都忘记了。那集我觉得很经典，那集好像还是你自己写的。是秀子啊！哦，对，我想起来了，是因为日期很奇怪嘛，所以就是那一天对他们来说太敏感了，所以就辱华。Sony 在7月7号发布了那个新手机。对，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想一想都觉得啊，大家的内在价值要兼顾一点点，不会无聊到要一直去辱华你、弄你，好烦哦。好，我们来看看吧，到底有什么。那你们觉得刚刚那2个会进前7名吗？我觉得John Cena还是要吧。John Cena感觉会有啊，但我还是觉得 Sony 比较好笑。Sony 要吃冰淇淋，我觉得 John Cena 真的太印象深刻，他没有进去的蛮。而且 John Cena 是让我们看见 Shorts 潜力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对，他是我们比较早。对，我们那时候看哦，原来这个东西会中，然后我们才开始继续做 Shorts 的。来看看，那我们来看一下第7名。好，哎呦。这是 John Oliver 哦，我还以为是 John Cena。这是 John Oliver， 他在他的那个 Last Week Tonight 的 show 上面聊台湾的状况、台湾的议题，然后顺便讽刺一下中国这样子。这个很合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支 show 里面还有在 Q 那个 John Cena。对啊，一定要啊！他是变成赵喜娜，然后他是不是还有一个习近平还是跟什么东西合在一起？忘记了。就是他这个节目好像以前就是曾经就已经是骂过，就是习近平是小熊维尼，暗酸过，所以他这个主持人就一直以来都很有名。他们的团队里面都有台湾人哦，难怪这么的了解。我们这支 shorts 是10月27号上，然后我们到年底它就已经有36万的观看哦，很多，所以其实很短的时间就这么多了。我觉得这种真的是到底在干嘛？每次我们做的时候都觉得这个很好笑，但是到底在干嘛？大家就是因为到底在干嘛，所以会想要来看一下。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可以留言分享一下，到底你看到这些入华事件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已经不是生气，就是觉得啊。这样也可以，对，分享你最深刻的入华事件。对啊，第6名，第6名啊！东京奥运入华大赛到底谁更强呢？这个是我们8月4号在奥运期间整理的一系列奥运期间发生的入华事件。你那个念都超崩溃，对不对？超级多。你还有印象吗？我还有印象啊，那时候有什么反正就有国手事件嘛，然后超级多的。你在1分钟里面讲了20个入华事件。哇，我好强哦！对。这一集的观看次数有到36万5千多，然后20个事件我就简单列了几个。第一个是腾讯，他为了不要转播台湾，所以他把它切掉之后，中国的选手入场也没有看到。这个真的蛮好笑的，这真的很太荒谬，对，太荒谬了。然后还有中国的女排穿抵制新疆棉的艾迪达。然后最后还是输球了。然后小 S 说台湾的选手是国手，然后还有其他好几个艺人就是为台湾呐喊恭喜，但没有对中国任何表示。对啊，这个东西就是尴尬，这就是一个存在的矛盾嘛。但我也能理解他们的困境，就是他们
这种顶尖的艺人，他背后一个人要承担的工作很大一个，所以他今天他如果踩到这条线，他就造成的是一整个人的失业，一整个团队。我觉得这是最屌的，就是1分钟讲20个，就是不会断气嘛，对，然后剪辑都剪不完，然后底下都说1分钟也讲不完，真的很多留言。我有看到还有很多人说其实还有其他东西，然后开始他们帮你列其他事件，到底想要我怎么念？你可能以后要出一个念到100个了。好，我们做了很多的 shorts， 然后都只是在讲这些事情。但我蛮好奇，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看我们讲辱华事件？你觉得是辱华事件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的原因？我觉得它很容易共感，就是其实我们在做影片的时候，就是共感的情绪很重要，因为情感才是全世界的共同语言。所以在这里面，我觉得就有点像是之前我们讲那岩上老 K 啊、龙龙事件的时候，你比较有共感的那个方，你就更愿意为了它的这个价值去画下。然后我们从小到大就是真的大家都有被中国人欺负的经验，我觉得这是真的。对。然后即使你在中国当台上，你也会在那边被大家欺负，所以这个情绪就导致了大家都会觉得你们到底在干嘛？我觉得还有一个是这个有这样的情绪的人，不是只有台湾人，还有很多华语其他国家的人，对啊，都也有遇过一样的情绪，所以。讲到辱华事件的时候，各个国家的人都会来看说真的是这个感觉这样子，真的，所以流量就会爆炸这样子。对啊，我每次当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当然我们的频道价值，我们也不会是就一直狂嘴他们啊怎么样，我们还是会试着从很多里面去讲一下他们的脉络，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想，巴拉巴拉巴拉。但是讲了很多之后，你还是会觉得这件事情有点荒谬啦，不要这样子吧。我觉得会想看，就是我自己私底下会想看的原因，也有可能就是我知道志祺其实不是只有讨厌的情绪，那很多好笑的点会让我就是一再回味，我都会一再看。就是我们不是只是在嘴他们，我们会讲完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逻辑就是它就是一个好笑的笑话结构，而且卡住。甚至我觉得我很多的中国好朋友，他们其实也会私讯我说，这些事情真的超好笑，这件事情到底在干嘛？我说你不要现在在墙外你就敢这样讲哦。他说我现在已经移民了，不是中国人。好，我们来看一下第5名。没有 Cina 吗？第5名，这个回形针合理。6月底播出的，然后到年底的时候有39万多，然后它是我们2021年单支影片获得最多留言串的。它这支影片上有8000多个留言串，这真的厉害，真的很夸张。太夸张了吧？对，我觉得中国的 UP 主真的是很强，他们的影响力非常大。我觉得他们其实很多内容都真的很厉害，但就真的很可惜，就是因为一些辱华事件，所以他们就整个消失。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是，中国的政府其实特别担心是一件事情的动员能力。其实 UP 主他们只要在更有动员能力，然后有几个巨大的事件被验证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收紧力道会更强。对，就像是法轮功啊等等，他们都是因为我今天有了实体动员能力的时候，他们就会非常非常担心这样的事情。可是娱乐本身又是跟酒啊跟性一样，它都是在人很贫穷或是你很有钱的时候你都会需要的东西，所以他又不太好针对这件事情做那么明显的打压，所以这边他们到时候会衡量一下，就会蛮尴尬的。下一个就跟法轮功有关系了这个是 Uncle Roger， 我们是1月15号播出的，到年底的时候累计有43.6万多的观看。被抵制的原因就是 Uncle Roger 跟另外一个 YouTuber 合作，然后这个 YouTuber 他有在练法轮功然后他就被抵制了。这种连坐法嘛，它就是连坐法，敏感的地方。对，法轮功到底在练什么？法轮功其实一开始就是好好的气功，但是这个真的很复杂，我这边只是很简单的讲，但是跟他们的动员能力有关。对，他们能够动员而且快速的传播一些讯息的这个 network， 让政府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他们最后就遭到了蛮大程度的迫害。法轮功的事情，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就是为什么中共对法轮功有那么多的深仇大恨，这件事情的脉络是非常非常长的，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好好去看一下，这是一个很大一段历史，然后也把不同的立场的声音都一起看一看。好，在第3名跟影响力还是有关系的，这个是赵薇被消失。其实是整集不是只有讲赵薇啊，他还在讲那个中国整肃娱乐圈的这件事情，这个趋势。没错。那这个是9月3号播出的，到年底有48.8万多个观看。这边就有讲到嘛，饭圈他们的这个动员跟组织能力其实是很中共他们很怕的一件事情。真的很怕。那这次真的好多艺人哦。就是好几个都出事，真的。就当你都开始，娱乐永远是最后要被收束的，因为娱乐的那个号召力啊，或者是娱乐能给，就是你也想象一群人很穷，然后他们很穷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有继续前进的动力，很多跟这种娱乐是有关，至少生活要爽一点。所以当他都开始去打压这种事情的时候，就代表他们
是有一点点紧张的。那所以赵伟怎么了？后来怎么了？赵伟就消失啊。我记得我有看到他12月底有人拍到说他在香港，这是有可能的，这我就不确定他活动了。但后来也没有更多的细节，只是有人拍到了，可能就要低调一点吧。对啊，就要直接消失这是超可怕，非常的惊人。OK，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名。我的 Justina 是第2名啊。喜娜冰激凌，这个是我们5月底5月26播出的 Shorts， 然后它现在已经有57万多观看了。它是我们很早期，大概前10支 Shorts。对，刚开始尝试的时候。对，然后这一集是欢欢写的，我觉得这一集真的是蛮好笑的，就很荒谬啊！你看台湾是第一个国家可以看到速度与激情就，然后就被弄了。然后他就开始道歉，对，而且他没有马上道歉，是到中国上映之后他才去微博上道歉，真的，所以他成为就是我们一直在 Shorts 上面提到他的一个梗，这样。谢谢喜娜，谢谢喜娜带来满满的流量。Justina 是第2名，你们觉得谁会是第1名啊？这样应该是要国际等级的巨星了吧 ？Sony 吗？会吗？还是 Sony 有可能57。好，我们来揭晓一下第1名的辱华事件是居然是他吗？果然是个大咖哦。第1名是赵立坚出包辱华，原因竟然是他用错地图，是虎斑对我自己写的我都忘了。你还记得？最好笑的是那时候刚开始让志祺表演一些迷因的梗图之类，所以它里面有一句是我刚刚是独立了吗？然后志祺就有讲出来，大受好评。对啊，我觉得很好笑对，那时候开始练习这件事情，就可以再一次吗？就我刚刚是独立了吗？好像是这样子。好，这一集我们是在9月8号播出的，然后到年底的时候累积了58万5千多个观看。哇，对，赵立坚真的是不愧是外交部的发言人啊，影响力非常庞大呢。对，而且这个我觉得也是两边讨厌他的跟支持他的都有一些理由来讲话，就是你在干嘛？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情？这集就有那个刚刚讲的，就是华语地区的那个元素，比如说像是有些人就是觉得，因为他也有讲到印度的那个领土。然后其他人就蛮关注的。他把很多敏感地区的领土直接都化成印度的。对。然后奶茶联盟就开始抗议。好，刚就是 Sony 没有入围。对，为什么？为什么？会很意外吗？很好笑刚刚这7名你们有觉得很意外的吗？还是觉得他们就真的太猛？这些事件很大，所以好像都蛮大的。但是我有点忘记我们还写了什么东西。其实我们统计完之后，真的是辱华事件的，对，只有15个。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也蛮有趣，就很多人都会说啊，志祺七七就是一个辱华频道啊，或者是一个政治频道。但是其实如果你真的认真去算，你会发现辱华跟政治在我们频道的比例里面其实很少。对啊，对，只是这些东西对太容易有印象，它是一个很强烈的标签。就你今天讲了台湾相关的事情，你讲了中国相关的事啊，你就是谁，你就是什么，就贴上去。或者有时只是单纯谈中国议题，但没有到辱的性质。对，大家还是觉得它好像是辱华。对，我们很多中国议题，我们都会很认真的进去看一下，说看那个脉络是到底怎么样。然后在这里面很多都是，甚至是其实这个点不是大家应该要去嘲笑或者是讽刺的地方，我们都会把这些事情告诉大家，这样子。OK， 好啦，那今天这集过年的特别计划呢，就分享到这里。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我自己都不知道。然后也欢迎呢大家在下方的留言区留言分享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辱华事件。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给朋友，让大家知道就是各种的辱华事件。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